好，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竹竿的画法啊，在芥子园画谱里面呢，它叫发竿点结式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先画竹竿啊，把竹竿先画出来，然后再来点它每一个竿之间的结啊，所以叫发竿点结式。那么一般来讲呢，它这个里面芥子园画谱里呢，它这个叫初起手一笔，就是说第一笔啊，初起，然后这是2笔、3笔，这样子先这样画上去，画完了以后再来点结呢，有2种方式，一种呢叫以字上报，像以字形的，就是这样来表达；还有一种点法呢叫8字下报，像写一个8字一样的中国书法里的8字，然后呢一上一下这样一勾啊。那么细竿和粗竿呢画法是相似的，只不过就是说笔的这个大小可以有变化，画的时候可以换笔的大小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另外的，就是发竿的方法，它叫直竿带曲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有的竹竿发竿的时候，不能在每一笔的上面产生弯曲，而是要弯曲的时候，在竹节的地方让它产生弯曲。这个是要点啊，这是要点。然后还有其他的这种不同的构图，根据不同的构图的需要，有横竿啊，有斜竿等等，这方法都是一样的。好，那么这个部分呢，就给大家讲这个竹竿的细竿怎么表达啊，它叫装枝式。前面给大家讲的是粗竿的表达方法啊，那么细竿呢，它有起手入脚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画的时候呢，是有点整个的造型有点像鹿角一样的造型。好，还有就是鱼骨枝啊，这是一个细竿的一个姿态，它的一个表达方法。还有呢，就是雀爪枝，就像喜鹊的爪子一样的啊。这个一般的来讲呢，都是表达在这个竹竿的，尤其是细竹竿的竹竿梢部，用这种喜鹊爪的形式来进行表达，这都属于细竿的表达。那么还有另外的细竿的表达呢？那么我们看这一部分，就是左右生旁枝啊，就是从一根发出来左右，然后又来发更细小的枝干啊，叫左右这个生旁枝。在这一节里面呢，给大家要讲解的是竹竿的这个发竿生枝。前面给大家讲的是粗枝干的叫发竿点结啊，那么发竿生枝呢，它其实每一个竹子的新枝干出来的时候，也都会是在结的地方生出新的小的枝干啊，嫩的枝干这样出来的。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老枝干和新枝干的一个结合的方法。那么在这里呢，除了有老枝干和新枝干的结合呢，我们还要讲就是细干，细的枝干怎么再细生出来这样的表示方法。好，下面呢就给大家具体的示范，发竿点结和发竿生枝。